2022年已经是第3个月了啊。那么疫情通胀、俄乌战争等等的一切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也给很多有独立思考的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考。那么这个世界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呢？那么与此同时本周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靴子落地了。那么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迎来了新一波的反弹。我们同时看到过去一周以太坊以涨幅13%领先于比特币的7%的涨幅。那么我本人呢，在2月初的时候也开始定投以太坊了。那么我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一下这个以太坊的 2.0， 以及很多小伙伴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2022年到底该怎么操作到底是熊是牛呢？那么我会在视频中给出我个人的这个操作思路视频的最后我会分享一位硅谷投资大佬对比特币的一些看法你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本周这个以太坊的创始人威神Vitalik 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同时他在这一期的采访的文章中的一个标题呢是以太坊背后的人担心加密货币的未来Vitalik 批评BAYC 是一种赌博，他希望以太坊成为各种社会政治实验的启动平台这句非常非常关键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他说呢这样的话能够制衡威权政府，颠覆硅谷对数字生活的束缚。那么如果我们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唯一能建立起来的东西呢，就是那些能立即获利的东西这也是Vitalik的原话。他表示呢我会在2022年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尝试更加冒险，减少中立我宁愿以太坊冒犯一些人，也不愿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些话呢是非常的有力量的言外之意呢威神呢是不希望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以太坊被很多资金盘杀猪盘所利用当成这个割韭菜的镰刀。那么虽然听起来呢是有点难以实施呢，但是呢总会有办法会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个人希望以太坊能够出现一些可以制约杀猪盘的这种智能合约不然的话场外的朋友看到加密货币的市场呢依然是一个骗局，那么对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呢都是有负面的影响我在去年的8月20号分享过一期有关以太坊 2.0 的视频当时我是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去研究以太坊那么一研究呢就深深的爱上了以太坊。那么时间到了现在的2022年的3月份，那么以太坊 2.0 到底怎么样了呢？截止到目前呢，根据以太坊官网的数据一共有1066.3310个以太币在质押的当中当前的这个年化的收益率呢是 4.7%。根据 Consensus 首席执行官以太坊联合创始人 Joe Lubin他相信以太坊 2.0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到来去年的12月份他在迈阿密接受采访时这个 Joe Lubin 他就预测以太坊的 2.0 将在2022年的第2季度或者是在第3季度到来。那么上一周在怀俄明州Camp Israel 加密活动的这个炉边谈话当中Lubin 坚持了这个预测的时间。他表示呢合并呢正在发生令人惊讶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框架之内他的估计呢他的预测呢保持不变那么他说呢有一个团队呢正在大量的工作，他引用了一个关键的事件来支持他的预测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把当前的这个以太坊的主网我们称之为以太坊 1.0 转变为一个目前正在运行的幽灵的网络，那么技术上称为这个信标链，它将演变成为以太坊的 2.0。 那么这种转变的机制导致以太坊基金会呢将在这个1月份重新命名以太坊 2.0 以支持共识层。那么去年我在发布以太坊 2.0 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以太坊 2.0 推出之后可能会有暴跌那么根据当前的这种数据分析质押以太坊的朋友呢理论上呢都是长期持有者，因为在高利率的这个 DeFi 的衬托之下，年化 4.7% 的利息并不高，但是呢这些人就是长期看好以太坊那么这些人当中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我刚才也讲了，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定投以太坊了，那么只要是这个凑够数量呢，我就去拿去质押。既然是这个长期持有者质押以太币，那么将手里面的以太币放进这个池子里面去一方面呢是减少了这个流动性降低了卖出砸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呢也是全面支持以太坊 2.0 的发展将这个 POW 转换成 POS
降低能源损耗，同时呢增加以太坊的这个燃烧机制，间接的呢就将以太坊变成了这个通缩的这种机制了。那么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很多之前去挖以太坊的这个矿工他们手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矿机极有可能会在以太坊 2.0 全面上线之前，将手里的这个矿机就瞄准了 ETC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ETC。那么接下来正好呢，我也分享一下我个人在2022年的一些操作思路我刚刚也讲了。我在年初的时候开始定投以太坊我赌的呢并不是今年，也不是明年，而是下一个大牛市。那么目前的价格呢是非常适合的定投我每天都会要买几十美元的以太币。那么长期以来，我的这个成本价呢，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没有太多波动的一个直线。那么每天的起起伏伏基本上不会影响我的心情那么根据这个九哥的定投模型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多次提到过它，比特币目前呢也是处于定投线以下。我们看这个图片那么我们言归正传那么我会在一边定投的同时一边寻找随时会爆发的一些币种当然了，这种币种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便呢是遇到，我也只会用少部分资金去搏一下。那么目前的行情之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无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说，你分享的这些我都知道，你说了等于白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知道不代表你会执行，你执行呢不代表你会长期坚持下去。那么谁能够一直定投到下一波大牛市，谁一定是大赢家。那么无聊的行情呢，同时呢也是我最近出视频比较少的原因之一那么我将自己的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场外的挣钱上了那么只有手里面的资金量充足了，才有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位硅谷大佬叫 Peter Thiel。那么很可能有人不认识他，那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 PayPal 的创始人，投资了 SpaceX 和 Facebook 的一个投资大佬，并且呢他出版了一本书畅销书是从零到一。那么这个人在最近的一次节目中表示近10年以来他本人最大的错误呢就是太晚了解比特币，以及买了太少的比特币那么这句话呢很多人都讲过那么作为当年和伊隆马斯克并肩作战的这个创业者Peter Thiel 呢，他了解比特币呢比马斯克更晚，但是两人都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兴趣。那么 Peter Thiel 呢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